莆田138元生蚝自助啊！今天又是大补的一天了，这个汤汁是精华，不要错过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今天在莆田啊去吃个生蚝自助，厦门都没有生蚝自助，莆田居然有啊！某团评分3.8分，走去尝尝鲜。到了啊！郑家豪门，鲁山生蚝不限量啊，有虾哦，这是冻的哦，生蚝个头还可以啊，还有一些贝类啊，这是青口贝、花壳，这什么你知道吗？雪蛤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不是。这里面是真的生蚝吗？对对对。烤肉啊，看起来质量非常一般。真的，这个烤肉看起来真的没食欲啊，就是干巴巴的。下面这个鸡腿呀，那些还可以啊。这种锡纸的看起来还不错，起码看着挺有食欲的。一些卤味、水果，看起来蛮新鲜。饮料很多啊，有牌子的。它这个饮料区域有4个大冰箱。先拿了一些生蚝先吃哦，这边生蚝看着是蛮不错的哦，都挺肥挺有肉的。烤肉的话比较差哦，一看就是时间放了很久啊。解冻的，像这盘我还挑过的哦，稍微看起来还新鲜一点，有食欲一点。好的朋友们，准备开吃哦。像大家的话，不要在某团购买哦，某团购买晚餐168，它到店的话只要138，就是说它现在还在做活动，这个价格还可以吧，毕竟的话物以稀为贵啊。虽然我在那个成都那边吃过更便宜的哦，那个豪英雄嘛，98一位。这个生蚝闻着是 OK 的，就是很重的那个大海的味道。然后那边还有那种真的生蚝，就是一整个高压锅给你的，那个要跟他说，就是预约。生蚝已就位了，烤得差不多了，再放那个蒜蓉酱啊。这边还多了一个这个铁板，这一锅就是真的哦，好大哦。开始上这个蒜蓉酱哦。我先吃了啊，你先烤啊。今天没有虾给你剥，但是有生蚝可以给你烤。这么累啊？免得你无聊嘛。先吃这个真的生蚝。哦，这一块还可以。蛮鲜蛮饱满的啊。哇，这个烤了肯定更好吃。这个感觉里面肉应该很大，男人的直觉。哇，果然没错吧？来，这个大的给你吃，你挺辛苦的。熟了，好香啊，好香的蒜味啊！再继续烤。这个汤汁是精华，不要错过了。哎。哇，太鲜了啊！南通的加油站，烤的比那个真的要好吃很多。吃这个还是2个人吃比较好啊，就是一个吃一个烤啊，就看你的朋友愿不愿意烤了。一个人的话有点忙不过来。吃个烤猪蹄哦，就那边冰柜里面拿的猪蹄，有点凉，放到这个上面烤一烤，会更好吃一点。
还可以啊，就稍微会咸了一点点。第二波生蚝开始烤，这个蒜蓉酱的话不要放太多，不然它容易炸。每个个头都还可以哦。烤鸡翅哦，像那边肉类的话都不怎么样的，就这个生蚝吃起来还可以。饮料的话有这个加多宝，像这个鸡翅、鸡爪的话，都比较咸，咸的想喝水啊。然后肉类的话，会比较干呐，一看就比较干了，我都没吃。是比较干、比较柴的。这个生蚝的汤汁非常多，很鲜美啊。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哎，你来莆田怎么不去整点特色哦？其实莆田特色我一直都穿在脚上面。哇！啊，这个全都是生蚝它本身烤出来的那个汁水啊，所以比较鲜。这边生蚝的整体质量和新鲜度还可以，但是刚才有吃到一个有点变味了，有点臭了。这个也正常啊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低温冷冻运过来了嘛，叫中途啊有一些变质了啊。看这个非常大。这边的话，就这个生蚝可以哦，其他的那些肉类啊，七八八的不太行。如果你很爱吃生蚝，并且胃口还可以，可以来尝一尝。毕竟这个价格的话，138，想吃回本的话，不容易的。一是这个生蚝吃多了也会腻哦，二的话是这个烤这个生蚝有点累，有点耗时间。大部分的个头都是差不多，掌心这么大。哇，这个好饱满，锡纸烤的，它里面是生蚝和虾。因为这个虾是冻的哦，就吃起来粉粉的、绵绵的。现在的话就可以点评一下，这家店的话只能说一般般。某团评分3.8分，它是情有可原的哦。一的话是它这个价位会偏高一点，二的话它这个除了生蚝以外哦，其他的就是没有什么吃头，也没有什么亮点哦。那些肉类的质量太差了，然后那些熟食比较咸，整体的菜品会偏少啊。很多人的话单吃这个生蚝，吃一些很容易腻。优点的话就是这个生蚝的个头比较大，新鲜度还可以，然后饮料的品种比较多，这个环境会比较好。138元的价格到底值不值呢？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。如果你能一口气吃个80个、100个生蚝，那就值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它要保持这个价格的话，我建议把那个肉的质量给它提升一下啊。我感觉那个肉的质量比那个冷冻的还要差一点。肉的品种倒是蛮多的，然后海鲜的话也可以多新增几种啊，比如说带子啊、扇贝啊，然后鲍鱼啊拿来烤啊，其实那些的话也不贵的。莆田人是比较懂得吃、懂得生活的。为什么6点半了这边还没什么人啊？生意不怎么好。看这一个，啊，
再来啃个猪脚啊，这个猪脚卤的有点过头了，乌漆嘛黑。好的朋友们，不吃的啊，光吃这个生蚝的话是有点腻，有点单调啊。如果你很爱吃生蚝的话，我还是比较推荐的，因为它这边生蚝个头比较饱满，比较大。那如果说胃口比较小又不怎么爱吃的话，那就不建议你来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喜欢老胡的记得点赞、添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